后高达时代的文明象征，从战争机器转向探索宇宙的神器。机动战士高达00剧场版设定解说。机体型号 GNW100A 前兆是在即将到来对话时刻这一历史事件之后的50年，由地球联邦开发用于进行外宇宙探索的机型。与之前投入的各型机动战士不同，前兆是从定位上不再是用于进行战争的机器，而是作为工程装载机来专门用于进行外宇宙的探索工作。所以在前兆士身上没有装备任何武器系统用于进行战斗，其所携带的装备都是为探索和科研服务，而这些工具就都集中在了2个手臂上的收纳盒里。机体的手腕结构为了方便使用这些工具进行作业，在结构上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过整体而言还是仿人类的5指手腕结构。而在防护上，前兆士仍旧使用了以碳钢打造的装甲，以便应对在宇宙中进行探索时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极端环境。当然，除了应对极端环境之外，要进行远距离的宇宙探索航行，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在动力上，也就是需要足够多的能量来满足远距离航行的消耗，所以很自然的就选择了太阳炉作为动力。可以很清晰的看到，在机体后背安装了一个圆锥形状的太阳炉推进器，这个跟第3代高达背后的太阳炉推进器其造型上基本相同，仅存在一些不太一样的特征。虽然时间已经经过了50年，太阳炉量产的技术得到了一定的突破，但是数量比较有限，所以前兆士在量产后并不全部用太阳炉，像一些只在太阳系内航行的机体，使用的是 GN 电容器或者以太阳炉来作为动力。由此可见，人类文明还尚未完全进入以太阳炉来作为主要能源的时代。需要注意的是，前兆士还有融入了 ELS 的型号，这个型号的前兆士就由 ELS 来提供动力，而使机体性能得到爆发的 TRANS-M 模式，这个功能在前兆士上同样也具备。与过去多场战斗中所展现的那样， TRANS-M 也会在探索航行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然后就是前兆士的头部跟以往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外观上已经没有了人脸上五官的特征，看上去机体像是戴了飞行员的头盔一样。而在功能上的变化，就是其控制系统得到了很大进步，已经做到了无需驾驶员机体自己就能自动驾驶，就像是 AI 一样，对驾驶员下达的指令做到了高度理解，使得整个过程依据指令就能进行自主行动，不再需要人员进行干预。不过驾驶舱的操纵感仍有保留，必要时驾驶员仍能通过手动操作的方式来控制机体。同时，控制系统的提升还带来的另一个变化，那就是机体身上省去了众多控制 GN 粒子的天线，原先控制 GN 粒子的功能都融入到机体身上，包括头上通讯用的微型天线等等也是如此。这就使得前兆士相比以往的机型简洁了不少。除了本身控制系统的进步之外，前兆士在融入了 ELS 后，还衍生出了由 ELS 控制的机型，与有人驾驶的前兆士产生了类别上的划分。接着就是前兆士还具备有量子跃迁功能，这个可以说是前兆士进行宇宙探索最为关键的核心能力。这个能力虽然早在50年前由当时刹那负责驾驶的双欧看已经成功实现，但还没有达到成熟应用的地步，因为刹那早已驾驶双欧看前往了 ELS 母星的关系。在这个情况之下，地球联邦要掌握这一能力就变得相当的不容易，直到经过50年以后，才制造了前兆士1号机来验证这一技术。而这个1号机的驾驶员是来自天使组织的列奥纳多·范恩斯，此时他已经是融合 ELS 的变革者，所以在50年以前有参与过跟 ELS 的战斗。当时他在天使组织里称为尼奥吉克，负责驾驶屠龙圣剑型堕天使高达与 ELS 进行战斗，其战斗程度同样也十分惨烈，连自己驾驶的高达机体也被 ELS 侵蚀同化，好在最终战斗结果还是得以保全性命幸存了下来。而在这之后，利奥纳多又参与到了变革者与救人类的战争当中。当战争结束了以后，利奥纳多便作为前兆士的驾驶员参与到了这次地球联邦的宇宙探索计划，然后成功使用了量子跃迁功能，来到了宇宙某一个未知的行星，并且在那里还发现了未知的生命。而这一发现宣告了利奥纳多创造了伟大的时刻。当时还有前兆士2号机也伴随着1号机来到了这个未知的行星，于是就拍下了这一张1号机到达未知行星的场面。这个场面就像过去人类第一次登月时的那样，前兆士登上未知行星的这一小步，就象征了人类向星际文明前进的一大步。这一刻背后的历史意义，使得前兆士所爆发出的能量，可以说完全不在于以往拥有战斗能力的高达之下。而接下来，地球联邦便为这一发现开启了深空探索计划，通过组织更大规模的力量，前往这个未知的行星来获取更多发现。
于是专门开发了可以搭载前兆式的深空探测宇宙飞船。该型宇宙飞船计划建造2艘，其中1号舰在建造好后就命名了黄号，来纪念天人组织的战术预报师黄里诺瑞加，而2号舰则命名为提耶利亚号，也是纪念来自天人组织的准变革者提耶利亚厄德。由此可见，地球联邦已经认可了天人组织的正面作用，也就意味着天人组织的历史作用通过传名得到了肯定。不过这2艘探索飞船其他的信息极少，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1号舰黄号的动力装置使用的也是太阳炉，并且装备了类似双欧 Razor 使用的量子跃迁系统，同样具备有进行量子跃迁的能力。这样黄号就跟前兆式一样，依靠量子跃迁就可以进行超远距离的深空航行。据称，除了量子跃迁这一能力之外，黄号还具有像 ELS 打开虫洞的能力，可以像 ELS 那样穿过虫洞来实现远距离的空间航行，但这个需要在有类木星的巨型行星条件下进行。对比量子跃迁这一方式存在使用限制，而黄号剩余的其他功能，包括2号舰的信息在内，目前都是不得而知。倒是黄号承担的任务，也就是负责深空探索计划的人员已经确定，其计划前往探索的目的地就是前兆式到达过的未知行星。这一趟旅程将由名为阿米亚里作为舰长来率领1200名变革者一同前往，在到达以后来展开相关未知生命体的研究活动。值得一提的是，阿米亚里舰长也是与 ELS 融合的变革者，其发生的时间是在 AD 2314年。这一年，人类遭遇到了即将到来的对话时刻，而这时的阿米亚里还只是个10几岁的学生。然后没多久，第一波地外生命体 ELS 就出现在了木星圈的位置。很快，处于木星轨道位置的欧罗巴号就被这股 ELS 侵蚀后向地球圈前进。虽然地球联邦迅速派出了加迪拉萨进行摧毁，但是并没有将 ELS 全部消灭干净，使得 ELS 通过残骸掉入到了地球上。很快，这股地外生命体 ELS 继续展开侵蚀，在地球上很多地方引发了重大事件，而阿米亚里便是这些重大事件当中的受害者之一。在他被发现的时候，他的半个身子已被地外生命体 ELS 侵蚀，其被侵蚀后的模样看起来令人十分的惊悚，一度处于生命垂危的状态。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觉醒成为了变革者，直到刹那成功与 ELS 完成了对话，达成互相了解，阿米亚里这才摆脱了生命危险，就这样成为了首批与 ELS 融合的变革者。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但得益于变革者的衰老速度要比普通人的慢，使得他现在的身体状态只处于20多岁的样子。因而黄号这个要几十年为周期的深空探索任务，也只有阿米亚里为代表的变革者才适合担任。相信在阿米亚里的带领下，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多发现，从而给予人类文明的发展更多机遇。